我娘是龙，下了俩蛋和一个我。她认识蛋，不认识我，以为我是寄生虫，遂叼出去扔了。直到她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睡过2条腿的人，于是连夜又把我给捡回来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达达听书。我娘的一生除了吃就是睡，睡各种雄性的睡，有蛋就下，从来不孵，自生自灭就好。这回下个人，赤条条，有手有脚，会动会哭。她突然不知道怎么办了，她扒拉我半天，嘀嘀咕咕，没有爪子，没有牙，连个壳都没有。我娘试着把我抛上天，看我直直往下掉，赶紧一把接住我，也不会飞。所幸我是亲生的，我娘尽管困惑，却知道不能让这个小人独自生存了。于是她带着我飞，一会把我衔嘴里，一会把我顶脑门上，走哪带啊？就算化成人形来凡间吃香的喝辣的，也不忘把我夹在胳肢窝里。直到有个老太太抖着手指颤声问道：姑娘，你胳肢窝里夹的是个啥？我娘啃着牛棒骨，含混不清地回答道：是个人，我吓的。老太太差点背过气去。我娘这才知道，小人不哭了，不是睡了，是快饿死了。对于老太太说的小人隔1个时辰就得喝1次奶的事，我娘感到十分不解。你让你那个媳妇给她多喂些不好吗？我1次吃饱60年，不用再吃了。老太太深深看了我娘一眼，把她轰出去了。我说怎么连奶孩子的都不会，原来是个傻的。有我之前，我娘的龙生一是忙着吃，二是忙着睡。有我之后又多了一件，忙着讨奶。在我娘眼里，众生平等，万物无甚高低贵贱之分，所以给我讨奶这事，她从不拘泥于人奶。看见有奶的雌性，抱起我上就是了。好在我娘是龙，这世间倒是没几个品种敢拒绝她。我娘拎着我在3界逛吃1整年，我也从只会喝奶的无牙仔长成了会从龙口夺食的小怪兽了。门牙还没冒头，上下4颗犬牙却已全部长齐。更碍眼的是额角俩奇怪的鼓包，刚冒出来时，我娘捏了半天，这丑玩意不会是龙角吧？后来鼓包消下去了，我娘终于松了口气，原来是爹的2大包。鉴于我已经会自己啃排骨，我娘觉得我应该也会自己啃小鱼了，于是她现出龙形，把我顶在脑门上，一头扎进大海。吾儿，为娘带你吃海鲜。我咕噜我娘在深海遨游，我在海面浮沉。我娘追逐鱼群，一口接着一口，狼吞虎咽。我被海浪裹挟，一口接着一口，呛到没边。我娘生来会水，所以她的字典里没有淹死这个词。等她发现我没跟上时，我已经在海面翻了肚了。吾儿没胃口吗？怎么睡在这里？我娘见我3呼不应，索性把我顶上脑门，一飞冲天，腾云驾雾而去。据我娘回忆，那时候要不是有个漂亮神仙把她拦住，硬说她的崽要死了，她一口气能窜到玉灵山，也不至于没赶上那场饕餮盛宴。我娘每每提起，面上尽是痛惜与愤愤之色。彼时我才3岁，没吃过饕餮盛宴，错过也不觉可惜，所以没什么表情可回应的。每每这时，我娘便会友情提醒，那个神仙不顾我阻拦，把你抢走，对着你的后背一顿猛捶，硬是把你给捶吐了。他还用手指使劲戳你的肋骨，把你戳得哇哇大哭。哎，都怪为娘打不过他，那个讨厌的仙人实在过于厉害了些。听到自己被打哭的桥段，我终于开始愤怒了，于是和我娘一起大骂那个仙人。我娘点点头，心满意足地带我上山掏野味去了。吃饱喝足，我娘俩蹲在山头剔牙，一朵白云打我俩眼前掠过，咻的一下直接把我掀翻。我爬起来堪堪稳住身形，我娘已经叉腰骂了开来：谁家小儿不长眼，把云架得这样快，撞到人了不道歉吗？肇事者自然毫无回应，我娘一怒之下化形而去，龙吟声划破长空，眨眼间便没了娘亲踪影。荒凉的山头只剩我一个3寸钉在风中凌乱。看着我娘消失的方向，我深深叹了口气，这也不是第一次被遗忘了。希望这一次娘亲能早点想起我来。只可惜天空黑了亮，亮了黑，不知几回了，也没见到我娘回来的身影。
倒是有个衣袂飘飘的仙人落下云头，手托腮看了我一会，笑着道：小娃还活着呢，好漂亮的仙人，比漫山遍野的花都要漂亮。她就是娘亲说的花仙子吧？见到她，我第一个念头便是如此。我躺在地上，懵懵地看着她，想爬起来，却没了力气。不容易，龙族没有抚育后代的习惯，你跟着他竟能活到现在。我动动嘴，一说不出话来。他才发现什么似的，拿起我的手腕捏了又捏，果然快饿死了。他手掌一翻，掌心便出现一个小玉瓶。我怎么见你一回就一回呢？你这小娃是有什么机缘不成？没心思听他啰嗦，我抱着他的手猛灌几口小玉瓶里的水，清凉滋润，甜丝丝，好喝，不但止渴还管饱，这一定是好东西。我咕咚咚一通噎，他眼里没有半分不舍，反而笑容越发温柔了些。这人竟比我娘还大方些。喝了他的水，我精力再次充沛了起来，当即就指手画脚跟他描述起那仙人驾云撞我娘奋起直追的故事。撞了你就跑？那很坏了。我重重点头，无比认同。你娘没回来，你有何打算？大蒜？不吃。我是说，你是想继续留在这里等，还是想下山？我思考了很久，继续等搞不好会饿死。不等的话，娘回来怎么办？终于我眼睛一亮，拽着他的衣摆开心道：你带我去找娘亲？仙人扶额，似是无奈。你一个小娃娃，我怎么带着你呢？你可以把我叼在嘴里。我不是你娘，那我坐在你头顶。我没那么大的头。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仙人，对哦，是个人形。我娘人形的时候，要么拎着我，要么把我夹在胳肢窝里。那你可以拎着我，也可以把我夹在胳肢窝里。终于，他妥协似的弯下腰，伸手穿过我腋下，轻轻将我抱起。我觉得这样抱着比拎着舒服多了，不由自主地趴上他的肩膀，开心地蹬着双腿。他笑了，一手拍上我的后背，感叹道：这算什么呢？算你命大，还是算我倒霉？小娃，脚不要再踢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抱着我满世界找娘的人，原来是天宫中的东华帝君。帝君深居简出，3界鲜少有人见过他。有人说他几千岁，有人说他几万岁，也有人说他与天地同寿，不知几何。天上地下关于东华帝君的传言不多，无非就是年龄、战力啥的。就算有些小道消息，也不过就是帝君近日闭关了，帝君近日前往玉灵山讲经了，帝君近日受邀某某法会了等等。直到今天，帝君亲耳听闻了一则崭新的小道消息：帝君老婆丢了，帝君带着女儿满世界找娘呢。我抱着最爱的排骨，啃得满脸油，管他隔壁桌说啥。帝君撑着脑袋，转着茶盏，悠悠叹息：不找娘了好吗？无形。我摇头。给你找个师傅。无要。再摇头。那座山头，你娘并未回去过。我啃。小娃，龙族没有抚育幼崽的习性，离你而去实属正常，你不应执着于此。我嘴一撇，仰头就喊：要娘，要娘，就要娘。好，再找就是。我瞬间停住喊叫，指着桌上的空盘子开心道：还要排骨。帝君把我从山上带走那天，就已经割了南海的邀约。后来因为迟迟找不到我娘，又陆续割了几场法会。这2年，他抱着我上到天庭，下到地府，照过梵天镜，查过生死簿，硬是找不到我娘的下落。东华啊东华，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怎么说？你这番惊天动地的找人，如果他在，哪怕是知蜉蝣也给你揪出来了。既杳无音信，那定是藏身于凡世呗。这个道理我怎会不懂？只是凡事万千，我总不能带着他一处一处去寻。你果然岁数大了，竟然把元姬娘娘的天元井给忘干净了。我双手托腮，看着帝君和明月使你一手我一手的下棋，正津津有味呢，帝君却突然丢了棋子。哈哈，你该不会被元姬纠缠怕了，干脆再不敢想起他了吧？明月使府长大笑，幸灾乐祸道：这下看你求不求他。幸得你提醒，我还真是忘了那3口井。帝君，哪3口井啊？
我很好奇，听上去似乎能找到我娘。帝君喝茶未答，明月使抱过我说：“那是元姬娘娘的天元井，一口照出前世今生，一口照出血缘至亲，还有一口嘛，可以照出你的命定之人哦。”什么是命定之人？我问。就是你长大后骑着大马来迎娶你的人。新月越来越没正形了，他才多大，同他说这些做什么？我确实听不懂明月使的话，只追问：命定之人能帮我找到娘亲吗？明月使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连连点头：能，肯定能。我见帝君白了他一眼，伸手抱起我走了。帝君，我们还要站在这里等多久啊？眼前几丈高的大门关得紧紧的，一点也没有打开的迹象。我实在是等得不耐烦了，抱着帝君的腿哀嚎起来。放心，元姬娘娘大度，过会儿就要来开门了。哼，原来不是你的女儿啊！天空突然传来一句娇嗔，随即大门竟真的缓缓打开。东华帝君，1000多年没见，我还以为你真那么狠心，带着女儿来见我呢。伴随着清丽的女音，一道倩影飘然而出，轻柔降落在我身前。斜睨一眼帝君后，便蹲在我面前，食指轻点我鼻尖，笑着道：哪里来的小人啊？几岁了？姐姐，我5岁了。元姬扑哧一笑，捂嘴乐道：叫我姐姐？小人儿，论年龄，你该叫我祖宗。祖宗好。我立刻乖巧问候。帝君突然伸手捂住我的嘴，与此同时，一道天雷将元姬劈个焦黑。为什么？我竟受不起他一句问候。元姬还保持着被雷劈的姿势，说话时嘴里不断冒出黑烟。帝君耸肩，无奈道：天道法则。元姬摇头不信。我原身虽是鲤鱼，可早已越过龙门，跻身龙族。我修炼至今，除了真龙，还有谁能如此压我一头？帝君点点头，我也点点头。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元姬抖着嘴唇指向我，飙泪道：这小人儿是真龙？龙？我赶紧摆手否认。祖宗，我是人，我娘才是龙。噼里啪啦一阵响，元姬娘娘被劈成蒲公英了。趁着元姬娘娘回寝殿梳妆的功夫，帝君抱着我找到天元井。哇，马上就能找到娘亲了。帝君却对着一模一样的3口水井犯了难。是哪一口井来着？我见帝君迟迟不动，着急地从他怀里挣扎出去。娘，你在哪口井里啊？我随便扑向中间那口井，朝里张望寻找。啊！我惊吓后退。井里怎么有只大老虎啊？帝君扶住我，朗声笑道：我们小娃前世竟如此凶猛，不错不错。我推开帝君，跑向另一口井，谨慎地看下去。没有老虎，也没有娘亲。我回头看看帝君，又看看井里，觉得奇怪极了。有2个帝君，外面一个，井里一个。我突然反应过来，猛地起身，直指帝君。我前世也是一个帝君。突然一阵环佩叮当，元姬步伐凌乱地冲了过来。他按着我再次看向井里。当帝君绝美的倒影再次出现时，元姬颓然倒地。难怪这井总照不出我的命定之人，我还以为是帝君早已超出3界的原因，却原来你只是不属于我。一阵清风闪过，我再次被人按在了水井边。当井里人影显现时，我回头看一眼身侧的帝君。咦，帝君你脸怎么这么黑？很奇怪哦。自打我们在元姬娘娘那照了水井之后，帝君就再也没对我笑过了。他总是黑着脸，陷入沉思。我一看他，他就揉太阳穴；我冲他笑，他就捶自己脑门，一副崩溃至极的模样。我心中了然，原来帝君气疯了。不怪我这样下定论，毕竟1年前他和明月使下棋时，明月使也这样捶自己脑门。我问原因，帝君说他赢不了我，气疯了，所以捶脑门就是气疯了。可是，帝君，你为什么生气？帝君扫我一眼，深深叹了口气。我并未生气。那你为什么这样？我学着帝君握拳捶脑门的样子。帝君死气沉沉答：没什么，最近不大想活罢了。你为什么不大想活？大概是活得太久，腻了。哦，帝君活腻了。
对帝君那副活人微死的样子，我也没关心太久，毕竟我很快就要找到娘亲了。元姬娘娘那第3口井果然厉害得很，我们一下子看清楚我娘所处之地。她确实在凡事吃香的喝辣的，怀里还搂着个俊俏男子，十分潇洒快活。我恨不得立刻找过去，帝君却说，一旦进入凡世，法力越高便越受限制，就算是他也一样，轻易不能施法，否则会遭到反噬。所以我们只能步行寻找，一点也急不得。我跟着帝君走了许多日之后，腿都快断了。我怒了，叉腰喊道：不能带我驾云就算了，抱着我也不行吗？不行！我气到跺脚，以前明明走哪抱哪的，照完天元井之后，连他衣角都沾不到了。哼，那我更不行！我跑着去抓他的衣袖，却发现不论我的步子是快是慢，我们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既不会远到跟不上，也不会近到抓住他。我放弃了，停下来，猛捶自己脑门，气疯了。见我不走了，帝君也停下来，还是那个距离。我劝你不要捶了。为什么？你脑子没有长好，万一捶成傻子。我不想变成傻子，但气又完全没消。于是我急中生智，往地上一趴，威胁道：你不抱我，我就不走了。不知过去多久，我眼皮沉沉，都快睡着了。一声叹息若有似无，随即一双大手轻轻将我抱起，我现在熟悉的温暖里。这感觉熟悉极了，分明是我早已睡惯的帝君臂弯。我很开心，想大喊一声我赢了，可惜瞌睡让我彻底陷入黑暗。如果你不想抚养了，不要再随意扔下，烦请送至玉灵山，自会有人照顾他。劳仙人跑这一趟。不过我再次重申，当初并非随意扔下吾儿，只是忙忘记了。迷迷糊糊间，我耳畔一直有人在对话，声音都很耳熟，只是听不清究竟说了些什么。直至我睁开双眼，第一眼便是睡在我旁边四仰八叉的娘亲。我大喊一声娘亲，然后手脚并用爬到她身上。娘亲，娘亲，娘亲！我终于找到娘亲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帝君。咦，帝君呢？帝君，你是说送你过来的那个漂亮仙人？我娘坐起身子，大大伸了个懒腰。是啊，是啊，他在哪儿？他走了啊，我看他挺着急走的，就没留他吃饭了。我有些惊讶，帝君怎么会走了呢？我从没想过帝君会离开。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每天都在问，可帝君就像娘亲一样，走了就忘记回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念帝君，我甚至想去天宫找他，可是我没法让我娘带我去，因为她沉迷人间，总是在找好吃的。该说不说，确实好吃。我吃着吃着，除了渐渐长大，也渐渐忘了那段日子那个人。几百年过去，按龙族寿命去算，这是我成年的第1天，我突然头痛欲裂。我双手抱着额头，分明感觉有什么东西想冒出来。我娘仔细检查了一番，了然道：嗨，没事，跌俩大包而已。什么？可是我没跌啊。那就是撞的。我也没撞，反正不要紧，给你敷些草药，肯定能好。我娘不知从哪儿掏出来一堆绿叶，砸吧砸吧，砸成糊糊，给我按额头上了。我疼得一激灵。没事，活血化瘀，药到病除。第2天，我的额头肿得更大了。不能啊，这些草药谁用谁好，难不成过期了？直到我的牙齿和指甲日渐锋利，我娘才终于一拍大腿，激动道：我明白了，我的儿，你这是要变龙了。变龙？我病这么重？哈哈，我还以为你当真一点也没继承到龙的外形，没想到是藏得太深。吾儿安心，待你真龙特征完全显现，你就能像为娘一样，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原来是龙不是龙，无所谓了。娘，在我变真龙之前，先给我搞点止疼药呗，实在太疼了。我娘出去转了一圈，很快带着止疼药回来。吾儿，好生奇怪啊，那个大夫竟和漂亮仙人长得一模一样。什么漂亮仙人？就是你要找的帝君。什么帝君？养你2年的帝君啊，虽然第1次见面他打过你，但后来确实挺关心你。
还万般嘱咐我一定不能扔了你，有事就去玉灵山找人帮忙。养我2年的帝君，我脑海里隐隐约约有个晃动的人影，行走间云开雾散，飘逸凝人。我努力回忆那张脸，含笑的眼眸，微勾的嘴角。尽管画面残缺，我依然有感，好像是有个美人一直抱着我来着。直至我彻底化龙，可以像娘那样随意变换形态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个大夫。我要看看我始终想不起来却又一直萦绕脑海的破碎面容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姑娘看病还是抓药？柜台后一个小伙笑容和善，面庞清秀，却称不上貌美。我有些失落，喃喃道：“这也不算漂亮啊。”困扰我好一阵子的那张脸，就这。小伙先一愣，再一笑：“姑娘也是来瞻仰顾大夫绝世容颜的吧？请拿号排队。”阿飞休要说笑，清澈的嗓音让我精神一振，似乎在哪里听过。伴随着说话声，门帘被人掀起，我望过去，直直撞进那熟悉的眼眸。帝君！我下意识叫了一声，模糊的身影逐渐清晰，残缺的面容拼凑完整。我终于想起那个人了，是你，东华帝君。龙姑娘，都说了我们顾大夫叫顾子辰，不叫什么帝君，你怎么就是不信呢？行行行，顾子辰就顾子辰，他人呢？我熟门熟路往后院走去，阿飞赶紧过来拦我。顾大夫出诊了，一大清早就被知府派的轿子接走了。又是知府？这个知府家里的人身体这么差吗？怎么这2天我每次来找他，他都去知府家？知府家的病人就这么多吗？嗨，还不是知府小女儿瞧上我们顾大夫了，才这样反复生病。反复生病？对哦，阿飞的话简直是醍醐灌顶，只要生病不就可以看大夫了？阿飞啊，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找顾大夫还真不是跟他叙旧的。哼，那你来做什么？看病还是买药？阿飞对着我上下一瞅，拆穿道：“在下观龙姑娘举止十分健硕，可不像是患病之人。就非得我自己生病吗？我娘生病不行吗？不，那不能，令堂比你还健硕。”阿飞斜眼看向门口，我娘正撸着袖子聚众赌博。大，盖碗一接，我娘赢了。她一高兴，把手边那个壮汉举起来了。我猛拍阿飞肩膀，激动道：“你看你看，这不是有病是什么？谁家好娘没事举人娃啊？”阿飞无言以对，默默帮我登记求诊簿子。我偷看过去，病症那一栏赫然3个大字：神经病。想找顾子辰，果然还是得求诊，连着几天没见到的人，今天居然亲自送上门。龙姑娘，令堂呢？出去玩了。我边说边倒茶，他却连坐也不坐，转身就走。哎，帝君等一下。龙姑娘，鄙人姓顾，不是你口中的那位帝君。是，我口误了，顾大夫，叫你顾大夫成吗？顾子辰眉头紧锁，不悦道：“令堂既不在，看病的事便改日吧。”我看他还是要走，忙说我自己也有病。顾子辰看向我，一副狐疑的样子。真的，我最近可不舒服了，需要顾大夫帮着看看。是吗？哪不舒服？我哪都不舒服。龙姑娘，不要再给我添乱了。添什么乱？我又不是不出诊金。再说了，你一个大夫还能见死不救吗？顾子辰说不过我，终于坐下了。嘻嘻，顾大夫好。顾大夫喝茶。我恭恭敬敬地给顾子辰递上一杯茶，他却不接，只道：“既是身体不适，那就先诊脉吧。”完了，要是诊出我装病，岂不是要生我气？我有些胆怯，虽然他总说自己不是帝君，可是通身气派却一点没比帝君少，目光柔和却暗藏威压。我根本没法抵抗，乖乖把手放在脉诊上了。顾子辰指尖在我手腕压来压去，我趁机在脑海里疯狂组织词汇。等他揭穿我伎俩时，我究竟是嘴硬到底，还是坦诚认错？好纠结。偷瞄一眼顾子辰，意外发现他的表情竟比我还纠结。顾大夫，你怎么了？龙姑娘稍后。顾子辰转身从他那个小箱子里抽出一本医书，当着我的面速速翻阅起来。
不是，你不是神医吗？怎么还带现学的？我眼珠子一转，一时来了底气。看他这样子，想必也拆穿不了我。哪料他翻完医书，面色凝重，红唇轻启，给了我致命一击。龙姑娘，你不是人！我拍案而起。大家都是体面人，骂街作甚？我指着顾子晨，义愤填膺。顾子晨看着我，沉静如水。我二人谁也没有让步的意思。直到大街上传来骚动，人群惊恐奔走。龙，是龙啊！我浑身一震。怎么发现的？我才化龙多久啊，这就露馅了。当我在看向顾子晨时，他已经迅速跑向门口了。我跟上去，发现街道上的百姓都跑乱套了。快去看看，护城河里有条龙，比这条街还要大。别去，快躲起来，龙会吃人的。有人去看热闹，有人四处躲藏。我猛捶脑门，这货绝对是我娘了。我幼时她也在人间现过原形，闹得个人仰马翻。酒醒之后羞愧难当，叼着我趁夜逃去青丘，跟一群狐狸做了100年邻居。这回又是怎么个事呢？我得去看看。龙姑娘，你要去哪？我去看看我娘。面对顾子晨困惑的眼神，我急速改口道：我去看看我娘，她成天好热闹，万一被龙伤到就不好了。我急急奔向护城河，没想到顾子晨竟也跟了来。我顾不了许多，远远的就看见我娘在河里翻腾，就跟身上长虱子似的，把好好的河水搅得浑浊不堪，附近树木庄稼大都遭了殃。我娘毫不在意，打着饱嗝，酒气冲天。我欲走近些，却被顾子晨一把拉住。危险！其实真龙是很正派的，不会轻易伤人。你怎么知道？我娘说的，这是实话。即便真龙无心伤人又怎样？如此庞然大物，随意接近，总归危险。他拦着不让靠近，我只好高声呼唤：别再折腾了，快回去吧。我喊了几遍，我娘终于留意到我。我朝她挥手，让她离开。她却摇摆着身体朝我靠近，甚至试图爬上岸。真是醉到姥姥家了。不好，快走！顾子晨拽着我的胳膊，将我拉起就跑。我回头看一眼我娘，见我被人拖走，她似乎怒了，突然腾空飞起，直冲我们扑来。我知道她的目标是顾子晨，但顾子晨不知道，危急关头他竟一把将我压在身下，想以身护我。我大喊：别过来！我娘一副听不懂的样子，张嘴就把顾子晨从我身上叼起，扔了出去。顾子晨当场就摔晕过去了。完了完了！娘，你清醒一点，这是人间，你别再闹了。听到人间2个字，我娘眼神貌似清澈了些。我趁机再劝道：你喜欢的蟑螂搞不好也在看着你呢。我娘眼神大惊，巨大的龙头开始四处张望。别找了，赶紧躲起来才是。庞然大龙突然连飞都不会了，一挤一挤地迅速爬进护城河里，再也没露头。顾家医馆里，阿飞正在给顾子晨诊治，所幸摔伤不重，吃几副药，多休息休息就好了。我趴在顾子晨床前，感到万分不解。他这么脆弱，难道真的不是帝君？可是除了没有仙气，他跟帝君明明没有任何区别啊。不过这都没关系，他是谁都好，只要他开心。龙姑娘，快跑！顾子晨昏迷不醒，口中时不时冒出几句梦话，不是让我小心，就是让我快跑。我看着他苍白的脸，简直羞愧难当，都是被我连累的。他不怨恨我就算了，还这样念着我，真是一个大好人。门外突然传来吵嚷声，我侧耳听了会，原来是知府的小女儿过来了。阿飞一直委婉阻拦：小姐，顾大夫此刻不宜见客，还望小姐体谅。阿飞放心，我家小姐是来关心顾公子的，不会耽误顾公子休息的。哎，别进去！阿飞声音戛然而止，房门应声而开。顾公子，粉衣粉裙，粉面桃花，好漂亮的小姑娘。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个总是生病的粉小姐，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身侧的小丫鬟便急吼吼喊道：你就是那个招惹坠龙的女人，顾公子就是为了救你才被坠龙所伤，对不对？我点点头，是这样没错。
我正搁着内疚呢。粉小姐闻言，一张小脸渲然欲泣，身影竟有些站立不稳。你少得意，你以为顾公子救了你，便是喜欢你，便会娶你了？痴心妄想！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喜欢我？为什么要娶我？我没让他喜欢我，也没让他娶我啊！你当真不想嫁给顾公子？这段时日，我虽天天去缠顾子辰，满脑子都是顾子辰，可我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于是我坦诚地摇头。顾大夫醒了，阿飞惊喜地喊道。我连忙回头。咦，顾大夫，你脸怎么这么黑？刚才不还苍白得很？阿飞，送客。顾子辰一声令下，阿飞跟得了圣旨似的，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全都轰了出来。粉小姐当场落泪，掩面离去。她的丫鬟骂骂咧咧，到底没把阿飞怎么样。我临走前朝里喊了一声：顾大夫，我明天再来看你。然后我连吃3天闭门羹。我娘出言指点，说道：男人嘛，多数时候是要哄的。你下次去找他，不要空手去，带上一些他喜爱之物，他一高兴，别说见面了，亲个嘴都没问题。我点点头，还想再请教几句。我娘却摆摆手，道：吾儿自去摸索，为娘要去听孟郎唱戏。不是张郎吗？张郎明日再约。我拱拱手，受教了。我找阿飞打听到，顾子辰一直想去剑峰山挖一些野山参，只是山势陡峭，很难攀登。龙姑娘，你若对顾大夫有意，就抓点紧吧。什么意思？知府大人似乎拗不过那位小姐，前2天竟不顾门第之见，托人来问顾大夫八字了。这么说，那位粉小姐就要嫁给顾大夫了？阿飞急得跺脚，连连道：不，知府大人若真的提了亲，顾大夫定会拒绝，我只怕到时候他得罪了知府，再没好日子过了。你确定顾大夫会拒绝？当然，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就没见他留意过女色，唯独只有第一次见你时，那眼神直愣愣的，跟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似的。结果你左一句帝君，右一句帝君，硬生生把他那点苗头给按回去了。剑锋山山如其名，如同一把锋利的宝剑，直插云霄。对于以前的我来说，也许很难攀登，但是现在，我卡树杈上了，以龙的形态。娘的，化龙后咋还行动不能自如了呢？我的4肢像是未驯化的野兽，各有各的去处。我一通挣扎未果，想换回人形，却也是不成。或许因为此山极为陡峭凶险，我一条龙卡在这里1天1夜，竟也无人发现。慢慢的，我作为人的意识逐渐消散，我好像忘了我曾经是人。就在我试图张嘴去咬路过的野兔时，远处传来顾子辰的呼喊声：龙姑娘！人的意识有刹那的回笼，我怕他撞见，一时情急，砰的一声变回了人。随后头脑发昏，晕得不行。我在这里。我大声回应完，再也撑不住倒在地上。我这才反应过来，这座山定有古怪，山上似乎有什么力量在和我拉扯。我体内龙的特征疯狂躁动，几乎压制不住。龙姑娘！顾子辰一脸泥泞地朝我爬过来，他动作慌乱，神色紧张，完全失了往日的沉静。我同他笑，同他问好，他瞬间红了眼眶。龙姑娘不怕，我来了。顾子辰将我扶起，我虚弱无力，只能靠在他怀里。都怪我，不该对你闭门不见，要不然你也不会来这种地方。他边说边查看我的身体，当他轻轻拉开我的袖子，我心下一震。龙鳞！我明明努力维持住人形，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龙鳞？我听祖辈说，这座山会让异族现形，还会扰乱异族精力。不过不要紧，只要离远些就会自愈。龙姑娘，你别害怕，我带你下去就好了。顾大夫，你不害怕吗？我怕什么？我不是人。你的脉象早就告诉我了。顾子辰轻笑，弯腰背起我，回忆道：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这样美丽灵动的女孩一定不属于人间。美丽灵动？我看看自己满胳膊的鳞片和尖锐的指甲，又摸摸额上的犄角，顿时悲从心来。可是现在变丑了。不丑，我虽没见过别的妖，但你这样的一定是最美的。我哈哈一笑，又赶紧憋住。
差点失控画龙。我们终于下了山，坐在大树下休息，看着脸上脏兮兮且衣衫凌乱的顾大夫，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感慨，真是可惜，如果我挖到野山参就好了。无妨，我店里的野山参够用很久。原来阿飞把我想送他野山参的事情也说了。那不一样啊，我娘说了，如果我送你礼物，你一高兴，不但会跟我见面，还会跟我亲嘴儿。咦，顾大夫，你脸怎么这么红？龙姑娘，不要胡说，不对吗？如果我送你野山参，你不跟我亲，顾子辰一把捂住我的嘴，我体力尚未恢复，只能老实闭嘴。你什么都不必送我。他看着我，手掌松开我的嘴巴，却又捂向我的眼睛。一片黑暗中，我感觉到他的靠近，随即唇舌陷入一片柔软。他很香，我沉醉其中。我娘知道我要嫁给顾子辰时，表情十分困惑。嫁给他？这样你以后不就只能亲他一个？是的。那你遇见更好看的雄性怎么办？你同时喜欢3个雄性怎么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喜欢除了顾子辰以外的任何雄性了。娘，我只要他一个。我娘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傻子。成亲当天，顾子辰骑着高大白马款款而来，他一袭红衣，气质卓绝，引得百姓欢呼阵阵。我以扇遮面，兴奋地上了花轿。人生短短，没关系，我会陪他走完。番外1：明月使。奇了怪了，那个与天地同寿的东华帝君最近开始寻摸继承人了。像他那样级别的神仙，天地间一共也没剩几个，哪里是轻易能找到继承人的呢？帝君的天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肩负的。我以为他只是一时兴起，没想到他兢兢业业找了几百年，还真让他给找着了。你把帝君的位置让出去做甚？我问。不想干了。我揉揉耳朵，大概率是我听差了。一生无欲无求、冷静淡然的神仙，有情绪了。为什么？腻了。那你退位后打算如何？羽化。我一口茶汤尽皆喷出，以为自己又听差了。为什么？大概是活腻了吧。东华没有开玩笑，他很认真地做着羽化的准备。他是真的要离开了。虽说活到他这个岁数，修到他这个级别，如果还看不破生死才叫奇怪，但我就是想不明白，这也没发生什么值得他去羽化的事情啊。直到我见到了元姬娘娘，我二人把时间线一合计，才总算搞清楚状况。命定之缘不可破，他这是在逃避情缘也。我抚掌而乐，女色当真如此可怕？吓得东华宁愿羽化？难道在永无止境的生命里，有个人能携手共舞一段，不是值得庆幸的事吗？或许是我年轻，修炼不够。我与东华相识不过1000年，和他做忘年交至今，还没到能够坦然目送他羽化的境界。我舍不得他，元姬更是。于是我俩一拍即合，背着他搞个大的。不就是一段情缘吗？上界下凡去历情劫的仙人还少吗？一去一回不过100年，快得很。仗着东华对我的信任，还有元姬借来的上古神器，我们终于在他羽化前捷足先登，一通施法将他的元神送入凡世。凡事万千，至于他是不是和小女娃同处一室，随缘；至于他会不会和小女娃相遇，随缘；至于他俩究竟能不能谱写一段情缘，那就更随缘了。多年后，东华的肉身恢复神识，我便知凡间那个已然归西。这些年，我早就做好了被他训斥责罚的准备，结果他睁开眼后，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要下凡。下凡作甚？情缘已了，至此二人不再受天命约束了啊。接我夫人。啊。番外2：龙龙。我夫君上午埋的，下午就回来了。我哭丧的眼泪还没擦干。子辰。龙儿。真的是他。我惊喜无比，一头扑进他怀里。顾子辰，你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龙儿，我回来了，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我们紧紧相拥，吻得难舍难分。几声咳嗽不合时宜地响起。我看向来人，一个是长身玉立的俊美男子，一个是娇艳动人的漂亮姐姐。
我挠挠头，总觉得有些眼熟，却又完全想不起在哪见过他们。东华，对不住啊，我们实在是好奇，这才忍不住跟过来，不是有意偷看的。我听见这句称呼，两眼一瞪，看向顾子辰。东华？他叫你东华？你是东华帝君对吗？是。那我叫你东华帝君时，你为什么死不承认？龙儿，此事说来话长，总之我那时候确实只是顾子辰。我看着他眼里尽是小心翼翼之色，似乎很怕我会因为这件事生气。就像嫁给他这些年，他总舍不得我皱眉，所以永远耐心地哄着我。这样的人，我又哪里舍得让他忧心呢？我不生气啊，你叫什么都可以，不管你叫什么，反正都是我的男人。吾儿莫要伤心，为娘给你找了一些相当不错的男人，比你那死去的夫君不差几分。我娘的声音戛然而止。见到东华的那一刻，他眼睛眨巴好几下，这才感人。女婿，你不是已经埋下了吗？岳母大人，我回来了，就不劳您给龙儿找新的男人了。东华的话隐约有些咬牙切齿，他一向不喜我娘的男女感情观，生怕我会被娘亲传染。对我娘，他一直防范得很。我娘摆摆手，浑不在意。不要就算了。他转身欲走，这才发现院子里还有别人。哎，这有位美女，看着有点眼熟。美女连忙下跪磕头，道：小女元姬，拜见真龙大人。我娘却转向男子，问道：你是玉灵山的明月使吧？我曾经在饕餮盛宴上见过你。男子鞠躬拜见，随后恭敬回道：回真龙大人，正是在下。我娘咂咂嘴，有些遗憾道：那么好的宴会，800年才办一次，真是令人不爽。既是真龙大人提点，在下这就传令，这一次的饕餮盛宴定尽快办理。我娘一高兴，恨不得当场认明月使当干儿子。临走时，我娘扶起元姬，拍拍她的肩膀道：想起你了，小元姬，这些年在天上混得不错吗？元姬惶恐，一切皆仰仗真龙大人庇佑。好说好说。我娘挥挥手，带着一众美男浩浩荡荡离开了。我不知道他这次离开隔多久才会想起我，忙追过去喊道：娘，顾子辰就是东华帝君，你没认错。知道啦。全文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